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光听名字就觉得很酷的概念——时间晶体。真的很酷。你给了我们几份资料啊？我看完之后，那个脑袋里充满了各种画面。哦，一方面，有篇报道说，纽约大学的物理学家，他们居然做出了一个肉眼可见，甚至可以拿在手上的时间晶体。没错，那个很神奇。但另一方面，你又给了一篇非常硬核的科学论文，讲的是在惰性气体里面用雷射跟磁场观察到的量子现象。说真的，这两件事听起来八竿子打不着。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那个悬浮的保利绒球跟原子的量子之舞究竟是怎么被归在同一个标题之下的。好的，那我们就从那个比较有画面感的开始吧。好啊。纽约大学的实验，他们做出一个大概1英尺高的装置，报道说轻到可以拿在手上。这听起来有点像什么学校的科展作品耶，但他们却说这东西颠覆了物理学，里面到底是什么魔法？哈哈哈，它那个核心工具叫做声悬浮器。声悬浮器。对，原理其实没那么神秘啦，就是用人耳听不见的高频声波，在空气中创造出一个很稳定的压力场。压力场，你可以想象成空气里有很多看不见的小山谷，在这些山谷的底部，声波的推力刚好可以抵消重力，所以就能让很轻的东西飘在半空中。听起来像魔术，但这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光是让东西飘起来，还称不上时间晶体吧？对，还不是。我看资料里说，他们用的是毫米级的聚苯乙烯泡沫珠，不就是保利绒球吗？没错，就是我们常见的那种保利绒球。一开始，当你只放一颗进去，它确实就是静静的飘在那里。老实说，还挺无聊的。哈哈，好。真正的细肉是当你放入第2颗、第3颗，甚至更多颗的时候。所以一颗珠子很无聊，一群珠子就变有趣了。对，它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让它从一个静止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晶体？这就是关键。每一颗悬浮的珠子都会像水里的石头一样，散射周围的声波。就是在自己周围产生微小的声波涟漪，然后这些涟漪又会去推动附近的珠子。这就创造了资料里提到的核心机制——非互异交互作用。非互异，这听起来就很高深。我的理解是，互异就是我推你，你也推我，力道一样。对，就像牛顿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所以非互异就是这个规则被打破了。完全正确。而且在这个实验里，打破规则的关键其实就是尺寸。尺寸。对，如果所有的保利绒球都一模一样大，那它们互相推挤的力道就会完美平衡。结果就是大家还是一起静静的待着，但只要它们的大小稍有不同，情况就完全变了。等等，你说这颠覆了牛顿第3定律，这可是我们从国中物理就学到的基石之一耶，这听起来有点太夸张了吧？哈哈哈哈哈哈！一定有什么我们没注意到的地方，比如能量或动量跑到哪里去了？问到重点了，这个颠覆是有条件的，在这里，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确不再相等。比较大的珠子会散射更强的声波，所以它推小珠子的力道会比小珠子推回大珠子的力道更强。这个互动就是不平衡的。至于你问的动量跑去哪了，它被整个声场给吸收了。你可以把声场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缓冲池，它吸收了这些不平衡的动量，所以这2颗珠子之间的互动就不再需要遵守严格的牛顿第3定律了。资料里那个渡轮的比喻我觉得很贴切。那个我也看到了。想象码头边有2艘船，一艘是巨型游轮，一艘是小渔船。它们引擎发动时都会制造水波去推动对方，但游轮制造的波浪显然威力大得多嘛。对，游轮对小渔船的影响远大于小渔船对它的影响，这就是一种非互异的互动。我懂了。所以因为这种不平衡的持续的推挤，这些珠子没办法再安静的待着，它们开始跳舞。
可以这么说，他们开始自发地以一种非常稳定、有规律的节奏来回摆动，像时钟一样。对，就像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最神奇的是，驱动它们的声场本身是完全稳定的，没有任何变化。所以节奏不是我们给它的。不是，这个节奏是从珠子之间这种不平等的互动中涌现出来的。他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节奏，这就是它被称为时间晶体的原因。这真的太酷了！一个由不完美，也就是大小不一的珠子所催生的完美节奏。所以时间晶体的意思是，它在时间这个维度上，像普通晶体在空间维度上一样，有着重复的规律性，对吧？非常精准的描述。物理学家会说，它自发地打破了时间平移对称性。哇，这个词听起来好绕口。哈哈哈，意思就是物理定律本身在任何时间点都是一样的，但这个系统却自己选择了一个偏好的节奏，创造出一个特殊的时间模式，就像晶体在均匀的空间中选择了特定的位置排列原子一样。而且这种震荡非常稳定哦，资料说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好，所以悬浮的保利龙球可以自己创造节奏，这个我大概懂了，画面感也很强。对，但你给的另一篇论文，感觉完全是另一个宇宙的东西啊！哈哈哈，确实是另一个宇宙，里面全是雷射、磁场跟惰性气体，就是这两者到底怎么会被摆在一起讨论？其实你会发现背后的那个灵魂是相同的哦。那个实验处理的是量子世界，所以当然不是用保利龙球，他们用的是一个充满混合气体的波粒容器。主要是惰性气体氙129和一些镧87。他们不用声波，而是用雷射和磁场来操控原子的状态。那在这个量子系统里，滴答作响的是什么？总不会是原子在容器里撞来撞去吧？问得好，这次滴答作响的是氙原子的核自旋。核自旋？对，你可以把每个原子核想象成一个微小的、永远在旋转的陀螺。实验的第一步就是用雷射光把这些数以万亿计的小陀螺全部朝同一个方向对齐，把它们排好队。对，这个过程叫做极化。好的，所有小陀螺都朝同一个方向转，然后呢，它们怎么开始互动的？也是透过类似声波涟漪的东西吗？这里的机制更巧妙。他们用另一束光来侦测这些陀螺的集体指向，然后把这个讯号输入一个电子回路。OK， 这个回路再反过来控制一个磁场，去影响这些陀螺，这就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这个反馈机制就扮演了类似泡沫珠之间声波的角色，在原子自旋之间创造了一种复杂的、非线性的，而且也是非互异的交互作用。所以结果也一样，这些原本安静对齐的小陀螺也开始自己跳舞了。没错，他们观察到了一种非常稳定、寿命极长的周期性震荡，论文称之为极限环震荡。这就是连续时间晶体的标志性特征。而且因为是在高度隔离的量子系统中，它的稳定性惊人，那个相干时间，就是说它可以维持稳定节奏多久？对，可以超过好几个小时。哇，论文里反复提到那个词自发对称性破缺。在保利龙球的例子里我好像可以理解，但在这个看不见的量子世界，他们是怎么证明这个节奏是自发的，而不是被他们的机器偷偷驱动呢？这是区分真正时间晶体和其他普通振荡器的关键问题。他们的证明方法非常聪明。怎么说？就是把实验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做。他们发现每一次震荡开始时，它的初始相位，也就是节奏的起始点，都是完全随机的。我好像抓到重点了。
关键在于那个随机性，对吧？对对对，你讲到核心了。如果每次启动节拍的起点都一样，那就表示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没错，可能是机器的某个设定。但正因为每次都不同，就像你每次请乐队即兴演奏，他们都会从不同的音符开始一样，这就证明是系统自己即兴发挥的。哎，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把每一次实验的起始相位画在一个圆上，你会发现它们会均匀地分布在0到360度的任何一个位置。这种随机性就是系统自发选择开始时间的直接证据，是自发对称性破缺的铁证。但这个实验最让我惊讶的部分还在后面。哈哈，还有更精彩的。他们不只找到了一种简单的时间晶体，他们还透过调整系统，发现了更奇特的物质状态。我看他们引入了一个叫做梯度磁场的东西。钥匙，你可以想象成他们让磁场在空间中不再均匀，而是像有个斜坡一样，一边强一边弱。透过改变反馈的强度和这个磁场斜坡的陡峭程度，他们就像调音师一样，可以把系统调到不同的频道。在某个参数区间，他们发现了一个准周期相。准晶体，我听过空间上的准晶体，像是潘洛斯拼图那样，它有规律，看起来很对称，但你永远找不到一个可以完美重复的最小单位。没错。所以时间准晶体就是一个永不重复的时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但说它永不重复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混乱的，其实它非常有秩序。在这种状态下，系统不再只有一个单一的滴答频率，而是同时以2种频率在震荡。关键在于这2种频率的比值是一个无理数，像圆周率派那样。对，就像圆周率一样，小数点后永不循环。结果就是一个有序的，但永不完美重复的时间模式。它的节奏有规律，但你永远等不到它回到跟之前一模一样的状态。这真的太奇妙了。所以时间准晶体不是一个节奏完全混乱，像杂讯一样的时钟吗？不，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解。它不是混乱，反而是2种极度规律的节奏叠加在一起。只是因为这2种节奏的比例很特别，导致它们的组合永远不会重复，所以它是一种更复杂的秩序。没错，高维度的秩序。然后他们还不满足，继续把参数推得更极端。是他们继续增强梯度磁场，结果系统就真的进入了混乱 ，chaos， 混乱了。原本清晰的震荡频率变得模糊、不规则，整个系统的行为变得无法预测。他们称之为时间有序相的融化，就像晶体融化成液体一样。这我能理解，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真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了。哈哈，他们继续把那个梯度磁场增加的更多，结果系统竟然从混乱状态转变回来，再次进入了稳定的时间晶体相。没错，这也是这篇论文最惊人的发现之一。这是一个形成、融化再形成的循环。真的假的？这怎么可能？一般来说，你对一个系统施加更多压力，它只会越来越乱吧？就像你一直摇晃一个雪花球，它不可能摇到一半，突然自己排成一个完美的图案啊。你的直觉是对的，这非常反常。他们在论文里推测，这跟系统内不同频率的振荡子之间的同步化有关。同步化。对，一开始大家同步得很好，形成时间晶体，增加梯度后，同步对破坏，进入混乱。但当梯度强到某个程度，它反而像一个强力的指挥家，强迫系统内部的振荡子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达成同步。所以是重新同步。对，就像你把音响的音量一直转大，音乐很好听，转到某个点开始破音，变得刺耳，这是混乱。但奇特的是，你继续转大某个高音或低音的旋钮，也就是那个梯度磁场，刺耳的噪音竟然又变回了一段清晰稳定的旋律。所以我们有2个看似毫无相关的世界，空气中跳的保利龙球和气体中旋转的原子陀螺，都展现了时间晶体的行为。对，它们背后的共通点就是你刚才说的非互异交互作用和对称性破缺。完全正确，连接就在于这2个共同的物理学原理。
在纽约大学的实验中，非互异来自不同大小的珠子；在气体实验中，则是来自原子自旋之间复杂的电子反馈机制。虽然具体实现方式天差地远，但这两种机制都创造了一个让稳定静止状态变得不稳定，从而自发转变为稳定震荡的条件。好了，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你为什么应该关心这个？哈哈哈，除了让物理学家很兴奋之外，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应用价值？我的手机会因此变得更好吗？这是个好问题。短期内可能不会直接影响你的手机了，但它的潜力是巨大的。怎么说？我们先看那个简单的宏观版本。纽约大学的资料提到，他们那个系统可以作为一个模型，来理解自然界中更复杂的节律。例如生物体内的生物钟，很多生化内沃也存在这种作用力不等于反作用力的非互异规则。理解这个简单模型，有助于我们解开更复杂的生命节律之谜。他们也提出，这可能催生出不需要马达或外部驱动的新型微型振荡器和感测器。OK， 那个更复杂、更精准的量子版本呢？它的应用应该更具体吧？是的，那篇自旋气体的论文就非常直接地指向了量子计量学的应用。这些稳定、强健的振荡，本质上是一种全新的自旋迈射。迈射是一种可以产生极度稳定微波的装置，是制造原子钟和超精密感测器的核心技术。这种新型的时间晶体迈射可以用于进行超高精度的磁场测量，去寻找像暗物质这样的新物理现象，或者测试宇宙的基本对称性是不是在极微小的尺度上被打破了。所以它本质上是一种更厉害的时钟或尺标，用来测量宇宙最细微的骚动。没错。那他们发现的那个时间准晶体呢？那个永不重复的时钟有什么用？这就更有趣了。因为时间准晶体相具有多个稳定的互不干扰的频率，它可能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多模迈射。多模？意思就是你可以用同一个装置，同时在多个频道上进行超高精度的测量。这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哈。我们从肉眼可见的悬浮泡沫珠开始，一路潜入到原子自旋的量子之舞，看到了时间晶体、时间准晶体，甚至还经历了从混沌中浴火重生的奇特现象。从你提供的这些资料来看，最关键的结论就是，时间晶体不再只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理论奇想。对，它们真实的存在于我们周遭的宏观世界，也存在于精密的量子实验室中，而且其形态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还要丰富多彩。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物质基本相，在某些条件下挑战了像牛顿第三定律这样的古典规则，然后为我们开启了新的可能性。从理解生命的节律，到建造下一代能够探索宇宙最深层奥秘的超灵敏感测器。最后，这里有一个基于这些资料留给你思考的问题。那个自选气体实验展示了从有序到混沌，再回到有序的转变。那个最反直觉的部分。对，他们认为这跟同步化的瓦解和重组有关。这不仅让人思考，在自然界或科技中，还有哪些系统可能会先融化成混沌，但只要你持续推动它的某个参数，它反而会重新凝固成一个更稳定的有序状态。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似乎在暗示，混沌不一定是终点，对吧？有时它可能只是通往另一种我们尚未理解的秩序的必经之路。